于后海北堰46号的宋庆龄寓所，原为清代4大王府花园之一，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的王府花园。末代皇帝溥仪也出生在这里，晚清才子纳兰性德也曾在此居住。宋庆龄故居3面均有土山，土山的内侧又由后海引进的活水，绕园一周，有长廊迂回曲折，纵贯南北，连接南楼与北建筑群，山石嶙峋，楼台亭榭错落其间，是一处娴静典雅的庭园。长廊中恩波亭的位置原为清朝大学士明珠府邸花园露水园中露水亭遗址。嘉庆4年，皇帝爱新觉罗永琰将此宅邸赐给其兄承亲王永兴，按王府建制改建为承亲王府，并破例容许承亲王府引御河水入园。草地上有2个古老的秋千，这是宋庆龄生前亲自指导工作人员制作的。每逢节假日，他都邀请工作人员的孩子和周边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此嬉戏玩耍，与他们一同过节。也许现在的孩子们无法领悟这里曾居住过的伟大女性为他们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和心血。宋庆龄故居的旗杆高16米，由于宋庆龄生前在国务活动中经常在住所内会见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和国际友人，经国务院批准，这里升挂2号国旗，与国务院、外交部的规格相同，这在中国领导人私人住宅中是独一无二的。南楼，明珠之子，清代第一词人纳兰性德曾在此吟诗填词。纳兰性德这300多年前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演绎了一段倾倒无数后人的传奇。300多年前，家家争唱他的饮水词，那是怎样的一种场景啊！那是一种只有在遥远的宋朝才有的辉煌。无怪乎王国维赞曰：以自然直言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小桥南的西侧有以形态奇特的太湖石，上面刻着岁岁平安4个大字，遒劲有力。据说出于承亲王永兴之手。永兴自幼酷爱书法，他的小楷行笔温润，横画纤细，竖画较粗，显得端庄而富有变幻。他将每个岁字里面的少都写成小，意思是每过1年不是少1岁，而是小1岁，希望越活越年轻。岁岁平安表达人们最朴素的祝福。宋庆龄生前常请中外友人在此留影纪念。远方的贵宝亭是为宋庆龄逝世周年而建的，形状像5瓣梅花，比喻宋庆龄的一生像梅花一样高洁芬芳。这棵古槐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它的西面仰首向天，像个凤头，东面直垂俯地，像是凤尾，整体看起来像一只欲飞的凤凰。
当年宋庆龄经常在楼上欣赏她的美态，并且给她取名为凤凰国怀。宋庆龄故居内有古树名木60多种，上千余株，其中有宋庆龄喜爱和养护过的石榴、葡萄、月季和海棠，一片生机盎然。走进展厅，宛若回到了历史的长河。宋庆龄一生多憾，为爱情与父母反目，为政见与兄妹成仇，更何况妙龄丧夫，年轻守寡，却又终生未育，一生饱经沧桑。与他的几位兄弟姐妹相比，他命运多舛，一生坎坷。宋庆龄不仅是孙中山事业上的得力助手，而且是他生活中的贤内助。为了请亲友给孙中山买一副合适的手套，他按照孙中山的手型绘成示意图。这组漂亮的四扇屏是为庆祝宋庆龄迁居后海寓所，周恩来所赠送的。宋庆龄在接见外宾时很注意仪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却十分的简朴，这是他日常使用的残破的手绢。这辆吉斯牌轿车是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送给宋庆龄的。从50年代到70年代，宋庆龄一直乘坐这辆车。宋庆龄故居的主楼是1961年由总理周恩来亲自筹划，即纯亲王府花园弃旧更新，借建一座中西合璧的2层主楼，作为宋庆龄的住所。1963年至1981年，宋庆龄在这里工作生活了18年。小楼保持了宋庆龄生前的原状，1层是小会客厅、小餐厅及工作人员的办公室，2层是卧室和书房。在这个客厅里，宋庆龄接见过许多领导人以及老朋友。在外面，她是一个受人关注的女性，而在这里，她只是一个普通而温柔的女性。在日常的生活中，宋庆龄在此就餐，同时也在这里宴请中外贵宾。康乐棋是宋庆龄非常喜欢的一项娱乐活动，他常常在闲暇时与工作人员一起打康乐棋。这里是宋庆龄的卧室和办公室，是她日常工作生活的重要场所。房间内的家具和办公用品经过多年使用，大都比较陈旧。宋庆龄70岁至88岁的18年中，不顾年高体迈，仍然每天忘我的工作很长时间。1981年5月29日，经抢救无效，宋庆龄在这里病逝。这里是他的小厨房，里面的厨房用具都是宋庆龄使用过的，他有时在这里亲自下厨，来款待他的朋友。这里是宋庆龄的书房。宋庆龄一生酷爱读书，他的藏书很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文书籍。他英文功底深厚，
绝大多数的信件和文章都是用英文写作，他的法文、德文、俄文也具有一定的水平。宋庆龄，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的女性，甚至在历史的不断转换中，她见证并推动了一些事物的发展。室内的日历翻到了1981年5月29日，挂钟的指针停留在20时18分，是他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刻。在他70岁的时候，潜进了这个院落，并在这里走完了人生中的最后18年。